看了火车以后呢，在大学门口一直在回忆当年我们在读书时候的情景。当边聊边逛，就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小院，院子的位置呢就在火车桥的下面。我看到这个小院的时候，里面全部都堆着垃圾，有一个铲车正在，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后来和这个开车的师傅闲聊了一下呢，才知道这个小院是一个废品回收厂，房子的主人呢早就已经住进了新楼房，就把这个不再居住的地方租给了这个老板。现在这个老板好像是要换地方了吧，所以请了这个师傅过来帮他清理一下这些废品。当时我看到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传统的一个房子啊，还有前后院，真的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地方，它为什么就不是我的呢？在我们闲聊的时候得知，我们的好朋友认识这个房子的主人，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是个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录像。下一期我们会用蹩脚的演技给大家演一下当时的情况啊。No， 这是个院子吗？好烂哦！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那个院子啊。要不然看下这家，我觉得这家会不会好一点呢？有人这么说。哦，呀说。这个院子呢有2部分组成，它分为前院和后院啊。刚才那个是前院，这个是后院。这个房子呢是一个标准的正3间，旁边的瓦房是厕所，这是东边的3个小侧房，而且爬满了绿色植物。侧房的旁边还有3个小房间，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天景啊。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房屋内部的结构啊。中间的大房间呢是客厅，然后2边的小房间是以前的客房。整个房子呢是一个结实的木质结构，所有的隔墙呢是用小红砖来砌的。一个客房的窗户看得到前院，另一个客房的窗户在后院。这个院子的植被覆盖可以说是……老公啊，这个房子还有一场陷阱，不信我带你去找一找。这是你没见过的东西，肯定我不知道啊。虽然没有身在农村，但是常识还是有的。像这样的老房子一般都有个2楼，基本的用于储物。像保存这么好的老房子，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就是农村里面在下面。哦。这是叫山干、干两干，还有红山干。在干什么？听不听是吗？有点意思。是有点意思啊。喝酒当歌，哇哈哈！晚上又回家找妈妈。阿海对于正3间的解说让人刮目相看，但不得不说，房子的风景真的很美。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待久了以后，人的心情都会变得。上一次呢，我们约这个房子的主人，但是因为有事他没有在家，所以今天我们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和他聊一下，是不是能把这个院子租给我们。有阿拉俊这个本地人的加持下呢，看租房的这个后院倒下的土墙后面是什么？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拉风生活。梦想家早上好，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2天。今天工作的主要内容呢和昨天一样，继续拆家。首先呢，我们确定了以后这间房子开门的位置还是昨天那一位非常专业的拆墙师傅。房子的墙体呢是以前那种小红砖，再配合上非常稳定的木结构，所以在原有的墙体上开一些新的门，还有新的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还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后期的加固哦。门一打通，感觉这个视线豁然开朗。带你们到前院去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啊？从前院一看啊，这个门确实挺大的，但感觉这个门和窗中间呢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是不是需要再来加一个窗子呢？开工的时候呢，其实有朋友建议过我，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好好的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规划，但是我们几个一致认为，我们自己的欣赏水平和设计能力是非常强的。设计嘛，走一步看一步呗。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小房子啊，它是集养殖、储物和方便为一体的综合小房间，里面的味道呢非常的开心，不知道你有没有手下？这个接瓦看似简单，但是确实特别劳累。来，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大西上的秋天，完全没有一丝寒意。瓦接了一半，下面那个味道一直往上面跑，再加上这个特别覆盖的紫外线，我不单只特别心疼我的鼻子，还特别心疼我的皮子。
但是想到又为这个慢慢改造路上节约了1台值，还学会了一个新技能，不错不错，干翻算100个 W 改造小院的第3天。各位老铁早上好，今天要完成的工作呢是砍砖，还有清扫垃圾。像这样保存完好的砖块啊，是完全可以2次使用的。它不单只可以节约成本，而且以前这个小红砖的质量比现在很多地方的都要好哦。操作呢是十分简单的，只需要把砖周围的水泥块敲掉，整齐摆放，方便之后使用。这个新技能呢是昨天那位拆墙师傅告诉我的，确实看他演示了一遍呢，我一上手就会了。就这样边砍砖边清理垃圾，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午饭以后来了几个小伙伴帮助我完成下午的工作。这个砍砖呢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它非常容易砍到自己的手指，所以佩戴手套和正确的角度去砍砖是非常重要的。其余的建渣呢就全部丢到前院，为之后打水泥地坪做一个初步的硬化工作。今天的主力军呢是我和阿拉海，还记得上一次这样劳动的时候呢是在去年火锅店装修的时候，如果那时候会这个技能的话，估计在小红砖这一块可以节约不少钱。清到目前为止，小红砖的数量可能在400块左右，看起来也就很小的2堆，价值200元左右。扩大了门和窗户以后，整个房间的视野和通透性更好了。以后再装上自己喜欢的窗户，院中有房，房外有院，这感觉超爽。预算100个 W 改造农村小院的第4天，经过前2天的重体力活呢，今天我们在村子里面请来了一台挖掘机，让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下机器的威力。这台挖掘机呢属于小型挖掘机，看它工作起来的样子特别的灵活，把之前的2个老门墩很快的就已经解决了。紧接着呢就是清理院子里面的一些树还有杂草，再把已经堵塞多年的水沟清理一下，为明年的雨季做一个充分的准备。不得不说啊，有机器真是很幸福，我们只需要在旁边看着就行。清理的速度呢也是特别的快，还不到1个小时，什么垃圾呀还有树木啊都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拆除这个年久失修的土墙，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的土墙，要不是因为不能使用了，真的会把它留下。看到前院被整理出来，感觉特别治愈。你看这个视野也开阔了不少。紧接着呢，我们开始铺设另外一边的下水管道，先把堵塞的水沟给开好，刚刚好，水泥管也及时到场。在铺设管道的同时，我又开始了拆家模式。看见房顶上那个小人了吗？他就是我。这个房顶的拆除比我想象中要容易得多。那个瓦的学名呢叫玻纤瓦，一拆就是一大块，相当轻松。下水管的铺设其实还有一个暖心的考虑，第一是为了给自己和村子进行很好的排水，第二是为了方便其他村民能够从小河一面挡水来灌溉自己家的农田，所以暖心的铺设了它。各位老铁啊，现在3间房子的房顶已经全部拆除了，为了让这个旧屋换新貌，我们现在还要把它的吊顶也全部拆除。走，我们现在就去把它全部打掉。拆除吊顶的主要考虑呢，是因为房间的空间本身不大，而且高度也很低，没有吊顶，我个人认为这样会更好看一些。你看，阳光透过木板照射进来的纹路，特别的艺术感，你有没有觉得？请注意一下左边的那个小窟窿啊，猜一猜我们要干什么？把房顶上面这些木头全部拆除呢，是一个临时的决定；把老屋的2楼打那么大一个窟窿，也是临时的决定。因为我们又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而且这个疯狂的想法成本特别的高。顶着烈日啊，大哥还在拆房，真的很不容易啊，加油！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这些木结构呢也拆除的差不多，带大家看一下新打出来的一个窟窿啊。你看被拆除的部分真的很丑，但是新打出来的这个风景真的很不错哦。前院的挖掘机呢也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不得不说有设备，整理呢，大厅也处理的差不多了。紧接着就是不断的重复清理和打扫的工作。在这儿给大家汇报一个事情啊，在前几期里面提到的那个垮掉的土墙后面的小院，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谈下来了。现在师傅呢正在把这个危墙全部拆除，双院合并又大了不少哦。目测了一下，估计这个院子应该是能够大到1/3的样子。这样一来，不仅仅多出了很多休闲区域，而且也可以安排一些功能的区域。拆下来这么多土啊，我觉得也不能浪费了。我们设想过做很多的花台，到时候这些土可以全部派上用场。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呢，农村小院改造真的有优势。我们有很多优质土壤，黄线的位置是2家的分界线，之后会想办法做一
个明显的标记。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提到过那个疯狂的想法吗？我们决定建造一个露天平台，锅边等待。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材料终于到了。看着满满的一车钢管，它的学名呢是叫镀锌管，我们就是准备用它来为大家搭建一个非常漂亮的露天平台。这个成本可谓是非常的高。近期有装修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同比去年不管是工价还是物价都是翻番的价格。但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坚持的改造下去。在这里特别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啊！现在呢，师傅正在为明天早上的焊接工作做进一步的准备，前面的土地硬化工程也会在近期开展。这两件事风和日丽的一天啊！铺设美丽露天平台的材料昨天已经到了。今天呢，3位焊工师傅已经如期到场。木质房梁我们清理了一下，师傅已经开始切割平台立柱的工作啊。平台立柱呢，我们选用的是10乘10的镀锌管，据师傅说，它会非常的牢靠。紧接着就是确定立柱的位置，固定好立柱以后，就可以开始焊接横梁了。其实之前呢，我们只是想在老房子的侧面砸一个比较好看的风景窗，但是打开窗户以后，发现如果在这个高度上面有一个平台，那是非常 nice 的一件事情，所以就不计成本，毅然决然的决定必须要这个平台。而且这里的晚上呢，没有光源的影响，看星星，看月亮，还有火车，非常的浪漫。明天呢，还有一个大工程，就是开始打造水泥地坪。水泥地坪呢，就是把下面的这些土地全部做一个水泥的硬化，方便以后整个小院的灵活使用。所以今天我还有最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用水把这个土基层全部浸湿一遍。用水浇灌的目的呢，是为了明天打水泥地坪的时候，水泥和泥土能够非常好的融合，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水泥地坪呢，我们估计会达到15公分左右，所以非常的经久耐用哦。现在师傅都已经下班了，留我一个人在工地干活。还好我们收养了一只监工狗阿吉，可能他比较认可这个新主人吧，一直在不远的旁边陪着我。今天我觉得是改造以来最累的一天，因为其他几个小伙伴有一些事情，所以没有能来到工地。我现在只想说，有一个500平方的院子，那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甚至已经在开始幻想以后打扫院子的情景了。所以啊，想做一个梦想家，那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啊。说是说，快是快，天马上就要黑了。3位师傅切割钢管，平台的焊接工作预计在今天中午以后就能结束。为了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平台的支架呢做得相当的密和相当的牢固。接下来把镜头带到另一边，这边呢正在制作的是混凝土的材料。制作过程我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把沙、水泥还有碎石加上一定比例的水充分搅拌，再运到小院，就可以开始制作混凝土地面了。这一块做料的场地呢，是昨天我和阿拉俊临时找的，离我们的小院呢只有50米的距离，所以在农村做小院的改造真的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水电还有场地都非常的方便，其次呢，你还会遇到很多有经验的朋友，可以为你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现在骑着我们的3轮车到院子里面去看一下。西商学院北校区的朋友应该非常熟悉这条路啊，穿过小河边的铁路桥就已经到达了我们梦想家小院，是不是很熟悉啊？小院里面的工作呢，已经如火如荼的开始了。你看这些运送混凝土的3轮车，像不像红警那个游戏里面的小黄车？应该70后、80后、90后都会有同感吧？今天参与到土地硬化工作的师傅呢，有12个人。据他们推算，他们认为在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全部打满500个平方的混凝土锅，这个效率听起来还是挺高的。然后师傅们也在和我们分享，如果这个工程可以提前2个月开始的话，至少可以节约1半的花销。我们也只能尴尬一笑，毕竟这个建筑材料涨价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哦。只能说非常遗憾，没有在价格非常合适的土豪花费这么多来改造这样的院子，真的是疯了。在这儿呢，欢迎大家来实地考察，我们真不是什么土豪，我们只是几个有着相同爱好和同样梦想的。经过中午，2楼平台的钢结构已经焊好了，木质底板也全部铺设完成，平台的混凝土浇灌工作也开始了。所以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平台的基础工作就要完成了，但是师傅说有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后会有漏水的风险。所以各位老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如果有的话，请留言告诉我哦。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多了，地面的硬化工程呢还剩下一个找平还有磨光的工作，然后就是等着它慢慢的干燥，还要在近期不断的给它做水保养。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小园是不是已经
大变样了。近期呢，因为工作比较繁忙，拍摄和剪辑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视频更新的比较慢，还请各位看官多多理解。也希望通过抖音结识到也喜欢看一下现在后院的这个状态呢，可以用尘土飞扬来形容。估计呢，今天清理完以后，整个人都会变成土人哦。大家应该早就注意到这台三轮车了啊。这台三轮车呢，是以前我们用于买菜的，现在呢又被我们强制带到梦想家小院服役。不得不说，有了这台三轮车，很多工作的效率全部提升。它不单只可以搬运货物，还可以作为超大垃圾桶来使用。像小院有那么多的废品和垃圾如果没有它的转运，那不知道干到猴年马月了。如果有做改造的朋友正在观看，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一定要把垃圾分类处理，在方便自己的同时呢，一定也要爱护环境哦。你看这个废弃的鸡笼，以后就会成为我们冬天的燃料。墙边的瓦片呢，是我们刻意留下来的，说不定以后可以做装饰哦。把院子里面体积比较大的垃圾清理一下，再把我们的绿植转移到一个不影响我们施工的地方。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上午的工作终于做完了，现在我们要去烤饭了。午饭以后，师傅们已经开始了楼梯的焊接工作。考虑到以后楼梯的安全性呢，楼梯的左右侧板我们选用的是 U 型轨道钢，中间踩部呢选用的是3×5的镀锌管，质量也是杠杠的。这几位焊工师傅呢，每天都会夸我们一次，说我们用材料用的特别的良心。像如果是他们自己做改造的话，完全没有必要选择那么扎实的材料。而且他们得知这个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租来的，都劝我们用材料用过得去的就行。但是以我们的风格呢，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紧接着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项工作，这个工作那是相当的 nice。这是后面院子的一个老厕所，厕所的上面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材。我的工作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全部腾出房间。今天做这个灰尘比较大的工作呢，我已经有充分的经验了。我可是戴了2层口罩我在房间内呢疯狂的往外面输出木材，外面的3位呢就不断的搬运它们。你想这么多的老木料，以后可以用它们做一些什么东西呢？把它们全部放下来以后呢，太阳都已经快落山了。今天这个活是干不完了，明天再来继续吧。不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不会因为一些自然的外力作用导致地面的开裂。所以为什么在大面积的水泥地面上面会看到这样子的切割线条，这也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释。曾经的我一直认为那是一块一块做出来的，现在想起来真是蠢了。在这几天呢，还要不断的给这个地面做水保养，让它更结实更耐用。现在呢，我们来到2楼的露天平台。今天焊工师傅的工作呢是制作护栏。在制作这个护栏的时候，我和阿拉海有了一个严重的分歧。他认为这种竖线条非常密集的护栏是特别好看的，但是我认为横向粗线条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表。最后呢，我们选用了一个2种护栏都并存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平台一建设好，以前的房梁完全没有什么用了，于是我们把它全部拆除。为了拆除这些房梁我们还专门去买了一把电锯，没错，就是《电锯惊魂》里面那种电锯，只是烧电不烧油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呢，我发现有一个趁手的工具，不单只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让改造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之后有机会呢，我会一一的分享给各位老铁。我们再回到平台，现在我设计的粗线条、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护栏已经立好立住了。其实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和之前的护栏有点格格不入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一下2个护栏的优缺点常规护栏呢，它的安全性确实比较高，因为间隙非常的小，就算有小朋友也极其不容易钻得过去。但是制作的时间呢是非常的长，制作的工艺呢也非常的复杂，而且从感官上来说没有很好的通透感和厚重感。这个现代简约粗线条的护栏呢，制作非常的简单和快速，用料呢也更加的厚重，在触感和感官上都更加的敦实。缺点有2个第一是材料厚重了以后，造价也厚重了；第二呢是容易翻越，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只能说各有千秋吧。但是我个人的主观上呢，还是觉得这样粗线条的护栏要好看一些。今天的收尾工作是给前院地坪做一个水保养，顺便清洗一下我心爱的小摩托。自从有了摩托车以后，我发现很多神奇的事情都在自己的身边开始发生。首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生活上也找到了一个整体的清理。首先呢是把厕所门口的这片小院清理出来。我现在正在处理的这一块呢，是以前老式的一个雨水沉水湾，它的作用是把水和垃圾还有泥沙全部分离开，使沟渠不易堵塞。之后想通过改造把它作为一个鱼池使用。接下来再拆除这些年久失修的玻纤瓦，除了灰尘比较大以外呢，这个玻纤瓦的拆除还是比较简单的。现在我要思考的问题是之后换成什么样的材料呢？这一块小院在雨季来临的时候，会为整个后院分担大部分的雨水排出任
物，所以对它的改造显得格外的重要。之前这一小块地的功能是种植物，改造以后，它不单只是一排水水，还是一条拥有美丽景观的通道。清理的差不多，我们的工作也转到了后院。后院有3棵松树，但是其中的2棵已经牺牲了。第一棵呢，挖掘机已经把它推倒了；第2棵因为角度比较刁钻，所以没有办法来处理。现在我们必须使出伐木工的技能，把它处理掉。处理它的好处有2个啊，第一个呢是不觉安全隐患，第2个呢是我们又得到了一棵优质的木材，不管是之后做装饰、做手工、做工具都很 nice。首先我们要计算好树倒下来以后的角度，然后用结实的绳子把它固定好。为了锯这棵树呢，我也看了很多相关的视频，先要在合适的地方切一个斜角，再通过外力将其推倒。这样的操作呢是相对安全和规范的。这棵枯树倒下以后，再将它切割成几段，方便我们搬运。我之前以为这样的枯树会非常的轻巧，但没想到其实非常的重。在这里征集一下各位老铁的意见，之后可以把这些树干做一些什么样的手工呢？因为这个松木切下来以后啊，闻起来特别的香，而且质地也非常的好。如果弃而不顾，那实属可惜。在上一期我还发出过一个感叹，那就是拥有一个趁手工具的重要性。幸亏我们去购买了这一把电锯，如果没有它，那今天的工作将没有办法开展。而且拥有一些得心应手的工具，应该是每一个男孩子都比较喜欢的事情吧。因为它不单只能够方便你的工作和生活，而且时间长了以后，你将不知不觉地拥有一个工具宝库，想想都开心。今天呢，后院的工作算是顺利完成。时间一晃又到了收工的时候，厕所的隔断呢，师傅们也已经完成了，总共是有4个位置。之后再做好防潮板，装好分辨器，贴上漂亮的瓷砖，就可以完工了。这段时间经常有老铁问，这么冷的天你们穿那么少不冷吗？那下一期就来，当天呢是没有精力来剪辑视频的，所以我需要2到3天的时间来剪辑。第2个原因呢，是因为从拍摄到配音到制作都只有我一个人完成，工作强度是相当大的。然后我们几个人呢，在市区还有餐饮店的工作要做，所以也只能轮流来改造。这边工地一收工，马上城里面的店子又开工，真是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但可惜分身乏术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咱们视频更新的非常慢，是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幸亏咱不是什么大网红。其实我拍摄视频的初心呢，是想分享生活，然后能让很多人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别人想做却还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啊，我认为我们不单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也是帮身边很多的陌生人完成他们的梦想。这个梦想其实不大，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这个过程和其中的滋味，一辈子也只能经历这么一次。反正对我们这一群人而言啊，真心话，享受过程，乐在其中。看着院子每天一点一点的改变，每一个改变的部分都有你的参与，这种充实和成就感，nice， 真的 nice。 大家知道现在是1月，马上就要过年了，但我们几个在工地干活的时候也真的没有觉得寒冷。首先呢，可能是在运动，所以感觉不到冷。其次呢，是感觉到成品马上就要出现了，非常的激动，没有时间去感觉冷，反倒是习惯了每天这种改造这种运动。如果哪一天没有做，还感觉浑身不自在，不是那么的通畅舒适。我相信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目标、非常有方向、非常快乐的一年。希望各位老铁和我们一样充实快乐。把话题拉回来啊，今天咱们的工作呢是把前院的几个屋顶全部拆除了，之后呢是会换上新的更安全的塑胶瓦。像这些我们新开的门窗呢，这位刘师傅预计会用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全部修缮。所以从今天起，我又可以学习到泥水师傅身上的技能了。以后什么简单的修补补和砌砖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应该问题都不大。技多不压身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谁云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相当的棒。来吧，看看小院这美丽的风景，和我们一同见证小院的改变。感谢各位老铁对拉风梦想家的关注，对于更新速度请多理。梦想无价，各位老铁早上好，今天是梦想家小院改造的第12天。第一步工作，推倒土墙，做一个花台，然后修理树枝，再清理小院杂物，最后做厨房里面硬化前的准备和砌砖工作。明天呢是阿拉郡葡萄大丰收的时刻，我和工地的金星老师呢已经被强制的邀请明天去帮他做采摘的工作，所以才有了片子开头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霸气侧漏。来吧，进入正题，今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首先是拆土墙，你看这土墙啊，捅了那么多下，被捅下来的部分少之又少，有这样的坚固程度是我没有意想到的。我还天真的以为一推就能推倒，怪不得金星老师刚才用坏坏的眼神看着我，轻蔑一笑。此金星老师非彼金星老师啊，只不过是姓为毛，名为金星，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为他设计的这个艺名。这位老师呢，是从上一期开始过来和我一起做工的，他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地道的农村人。我们在一起共事呢，也有2年的光景了。他不单指生活技能特别多，而且动手能力也特别强。他和阿拉俊可以说是我在工地的完美搭档。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土建的部分啊，那么复杂，那么累。我看那个挖掘机是很快的，自己去操作的时候，太慢了，而太累了，强度太大了，我觉得。这个泥瓦工真不容易啊。把土墙处理的差不多，现在呢就开始清理后院的建筑垃圾，把这些多余的砖块、土块全部清理到3轮车上，再运送到现在厨房的位置。因为2个院子的连接处呢高低不平，现在我们先用砖块把厨房的边缘把它围起来，再用建渣来升高整个厨房的地面。升高它的目的是为了制作厨房的2根排水沟。目测了一下，整个厨房的升高高度可能会在15到20公分。现在这块地势呢是左边高右边低，需要的堆积层也是相当多的。在这呢，再表扬一下我们这个3轮车。如果没有这个电动3轮车的话，靠我们用人工来搬运，可能体力透支，也无法完成今天的工作。堆了一部分的建渣，小红砖也就位了，用水来浸湿一下即将砌砖的地面，把干燥的小红砖也用水来发一发。这一波操作会更有利于砖块与砖块之间的融合度，再通过自然的干燥成型，它会变得非常结实又耐用。今天的这个砌砖工作呢，也是人生第一次，这项新技能的解锁完全得力于昨天的刘师傅。昨天一直在观察他运用水泥和砌砖的整个过程，对今天的工作那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通过今天的实际操作，我发现砌砖这个事情特别的好玩，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主要的注意呢是要砌得直、砌得正。说的那么专业，但其实做出来的成品和师傅比起来，那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明天工地休工1天，去帮助阿拉俊来和默默支持。这一期呢，我们的窗户和门框基本上都修复的差不多了。当然，我们也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啊，搅拌水泥。刘师傅呢继续给我们做修复的工作，我们就做他的小工，配合他更好更快的完成接下来的工作。可别小看这个搅拌水泥啊，它的原理和这个和面是一样的，沙和水泥还有水用在不同地方的比例那可是有讲究的。今天我和阿拉俊的主要任务是做小平台的防水，昨天还专门去买了工程专用防水布，准备工作一做马上开工。做防水的第一步呢，先把楼面上的所有杂物和垃圾全部清扫一遍，再用水给2楼做一个全面的养护。之前呢做这个平台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小的，今天上来一看，我觉得这个平台还是挺宽敞的。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应该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区域。你有没有很期待呢？平台呢清理的差不多，现在就进入制作防水材料的程序。首先用一个容器装适量的水，还有适量的水泥，把它搅拌一下，再加入速溶胶粉。速溶胶粉的比例可以参照一下它的说明，它可以使这个防水材料更加的浓稠，干燥也更加的快速。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给水泥地面做上一个防水的混合胶。涂抹这个防水混合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很均匀的把它刷开。我选用的工具呢是猪鬃大排刷，在贴防水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压实，防止它有过多的气泡还有异物使其破裂。第2张防水布一定要搭在第1张防水布的上面，接口部分压住第1张10到20公分就可以了。整个流程和用浆糊来贴春联差不多。对于今天的这个防水工程，因为阿拉俊之前在自己的房子上面试验过，所以有他带着做呢，感觉还是相当轻松的。就是不知道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防住水呢？再过几天，我们预约的贴砖师傅就要进场了。我估计把这上面的地砖一贴，那肯定相当的漂亮。现在向广大的老铁征集一下啊，以后这个平台你们觉得用来做什么最适合呢？这个工程做着做着，突然就下了一场大雨。也不知道这个雨多久。我们冒着雨还在干。真是没想到，上午刚刚做好了防水，下午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雨。我现在非常的担心，它是不是会对以后的防水造成影响呢？要担心的还不止这一个问题，我还发现了房子不同程度的渗水，所以为了情怀留下小青蛙，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接下来的日子又有的玩喽。在视频的最后呢，祝各位老铁改造有价，梦想无价。各位老铁早上好，今天呢是改造小院的第15集。因为过年的这一段时间，各种事物产生，
所以更新的速度非常的慢。今天的第一步工作呢，是准备把这个原有的花台上面再做一个花台，把拆掉的土墙的那一部分也利用起来，之后可以种上一些喜欢的花花草草，应该这个小环境非常的不错。在我手笔画的这个位置啊，会砌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红砖，来提升它的颜值。用了4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它清理的差不多了。以前这个老土墙啊，看起来还是挺有感觉的。第二步工作，测试一下我们新买的高压冲洗机。前几天我们是把上面的小青瓦全部都拆除了，房顶上的木结构呢实在太脏。之后我们会换上一种新材料的屋顶，所以彻底的把它清洗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测试完这个清洗剂以后，我发现清洗这样的陈年污垢非常的好用，水流的压力也非常的足，而且还有4个力量不同的喷水口可以选择，很厉害哦。你听一下这个水枪的声音，真的是喷射力十足。我个人感觉啊，它的有效清理范围应该是在10米左右。总而言之，确实很方便。这一间小房间呢，应该熟悉的老铁都知道，它之前是一个厕所加猪圈，所以整个房间的味道是非常浓重的。今天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清洗它，味道呢仍然在，也不知道多久能够散去。这些是今天刚刚买回来的新的小红砖。然后用来做吧台，还有砌一些墙，还有花台，把之前的这个楼梯再升宽一点。刘师傅前几天帮我们补好了门窗，因为之前的楼梯呢比较窄，所以今天请刘师傅帮我们把这个楼梯拓宽一点。弄完这个楼梯，再把刚才冲洗好的房间做一个隔墙，就快下午6点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改造的进度呢，确实还是有点慢，所以最近我们应该会增派一些人手，赶紧把这些基础工作全部做出来。之后呢，希望老铁们给一些软装和装饰上面的建议。我们也特别期待和欢迎各位老铁能到现场来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哦。先刘师傅把这个18墙继续完成，把砖2块躺着砌，1块立着砌，它就叫18墙。我也是才知道，上一期我们提到过进度呢确实有点慢，所以现在我们又找来了2位师傅。今天总共在这里上工的师傅呢有3位，再加上我们这3个业余小工，同比前几天的人数呢可谓是翻了1倍。当然，在工作效率方面也是成倍的增长。这3位泥水师傅呢都是本地人，在技术方面那是毫不含糊，导致我们这个非专业小工和水泥的速度都跟不上他们。现在我正在做的是砖缝美化工程，这门手艺也是师傅刚刚教我的，反正上手极快，操作简单。翻瓦呢，其实就是把瓦重新排列组合，让雨水能够很顺畅的往屋檐外面流下来。如果遇到有损坏的瓦片呢，就需要补上一些新的瓦。所以我之前留下的小青瓦全部都派上了用场。另一边，阿拉俊、毛毛还有我要给师傅们制作水泥沙灰。如果有台自动搅拌机多好！现在开始砌这个吧台了。做的这个吧台呢，我们整体都是选用的小红砖来制作，所以也会要求师傅把这个砖砌得相当的漂亮。反正我个人认为小红砖确实很好看。在前面的屋檐下面，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小平台，平台的边缘呢，我们同样选择了小红砖来做装饰。这个平台的建设呢，其实有很多的想法，它不单只可以乘凉、休闲、娱乐，我甚至认为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舞台。如果在这儿能做一个不插电的小型演唱会，我觉得也是十分不错的想法。总之呢，我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很精彩的存在。又买了一颗砖，这一车小红砖呢，是为接下来做围墙还有花台做的准备。砖一卸下就可以收工吃饭。从这一期改造视频开始呢，我们的进度会拉得相当快，因为到今天为止，小院的实际进度已经达到了80%左右。所以在4月底5月初，随时欢迎朋友们、摩友们、粉丝们前来玩耍哦。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是为大家展示一下前院围墙的修建过程。在材料方面呢，我们还是选择了我们最喜欢的小红砖，再配合上自带高级灰色的空心砖，那效果可以说是杠杠的啊。护栏的材料呢，我们用的是2手的一些木材，既节约了成本，又高端大气上档次，和小院的原有风格呢也是相当般配。把这个柱子切到我们要的高度以后，再用混凝土给它来一个底座，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安全耐用的目的。
好了木桩，再等上几天，让它充分的干燥凝固以后，才可以铺设我们的横梁。这个材料呢，是我们选用的新型纳米瓦，它比传统的彩钢瓦要结实耐用，而且还有隔热功能。它会用在我们新建厨房的屋顶啊。这个侧房屋顶呢，我们选用的是树脂瓦，因为它的颜色和风格更适合这个小院。来到另外一边，这个后院能拆除的东西呢，已经拆得差不多了。每天都重复着清理重建的工作，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可谓是艳阳高照。接着完成我们昨天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看吧，每天都有新改变。现在这棵树呢，是从后院载过来的，看起来不重，其实得有200-300斤。再来一个业余到不能业余的修剪。是不是感觉它被我修得有点太秃了啊？再给这个自制花台来上一点装饰小石子，今天的工作就圆满的结束了。合石，然后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个石头，把这儿给它垒一个比较好看的石头堆。以后呢，这个椅面呢，可以养一些花花草草、小鱼小虾哈。还有这个坐便器、蹲便器，把它做好了。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来做这个厕所的啊。